陈小娟被王志胜用力地拖进主卧房，他把她抛摔在床上后，关上门，转过头，咬牙切齿地问她：你说你把我的100万花到哪里去了？陈小娟见他露出猎人狩猎时的凶狠目光，并且不断地逼近他，这让他心里涌现只想逃生的欲望。他只能不停地后退，然后他非常狼狈地跌落在另一边的床底下。他就像是被王志胜盯上的猎物，而猎物怎敢背对着想要杀死他的猎人？他立刻站起身来，看向怒气冲冲的他。你说啊！王志胜和他相隔着一张床，彼此对峙着，而陈小娟放在身侧的双手害怕地握紧拳头。她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，她知道她不能再惹王志胜生气了，所以她只能用哭泣来回答。但这让王志胜整个勃然大怒，他跳上床，伸手想去抓陈小娟，而陈小娟害怕的想要逃跑，却依然被抓住头发。王志胜将她的头往后扯，他的双耳清晰地听到他在身后说：你如果再不说你把我的钱花到哪里去，我一定会要你好看。你知道那笔钱对我而言有多重要吗？因为婚外情被当成公司内斗的把柄，让王志胜尝到职场生涯的第一场败仗。过去他因为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，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公司的竞争对手。工作的努力投入换来的高阶职位与高薪，让他足以掩饰痛苦的婚姻所带来的不幸。但他的傲气全被公司内斗给搞垮了。他不但被公司资遣了，连跟他搞外遇的女同事为了自保，还谎称是被他强迫的，说他利用职位威逼他就范。他当下只觉得大家都以为自己在演话剧吗？他们演技这么浮夸，怎么会有人相信？因为看清职场做人家员工就是要任人宰割，所以他失业后虽然有在投履历找工作，却也一直不断地想找机会创业。好不容易有个过去一直很看好他的女客户，想跟他一起创业新品牌，他以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才去把投资的股票出清，换成100万先放在家里。原本他藏得好好的，但因为要去南部出差，他不放心，才把钱藏在小孩的房间里，还要求小孩帮他看守，结果却被这个该死的女人偷走了。他还想用那100万经营他的斜杠人生，他真的以为他可以东山再起，他以为王志胜越想越生气，越是用力扯着陈小娟的头发。陈小娟痛得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，她感觉王志胜想要杀死她。在她害怕地想要挣扎的过程中，她的长指甲划破了王志胜的手，王志胜的手臂瞬间泛起一道血痕，他吃痛地松了手。陈小娟立刻逃到房门边，她大声地求饶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拿你的钱，是偷，你偷走了我的钱。王志胜指责他说谎，生气的大叫：我没有偷，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。陈小娟无助地哭喊着：我是害怕你还想要跟我离婚，我太害怕失去你，因为我真的很爱你。陈小娟发自内心的话，让王志胜气到对着空气挥舞拳头，就像在狂打他一顿般，让陈小娟害怕地缩起了身子。她感觉王志胜快疯掉了，他似乎恢复了理智，伸出双手对着空气轻抚着，像是在安抚王志胜的肩头，暂微微地说道：你不要激动，我都跟你说，那100万我已经跟顾小借到了，会还给你的。我不要听这个，你说为什么要偷我的钱？
王志胜受够了他的狡辩，他再次朝他怒吼。陈小娟深吸一口气，她鼓起勇气开口说道：宗师说，我们的婚姻是因为我的前世冤亲债主太多，为了让你回心转意，为了不让你想跟我离婚，买法器助念可以渡劫。所以我那天看到明阳的房间衣柜里，看到那100万，就拿去买法器了。陈小娟像是用尽全身力量说完这段话，她如泄了气的皮球，整个人像枯萎的花朵低下了头。她根本不敢看王志胜的脸，她知道他一直都很讨厌他提到光明之家，现在他一定也很嫌弃他吧。然而听完陈小娟的解释，王志胜也整个人傻了。他没想到又是跟光明之家有关系，他冷冷地问：那法器呢？他开始在房间里四处搜寻，然后他看到放在床头柜上的陈旧木盒，那镶着金丝边的盒盖，盒身有着波浪般的木纹。他生气地拿起来就想要打开，但却被锁牢了，根本打不开。宗师说里面放着可以度化罪孽、带来福报的净化宝石，说打开来就会被污染，不可以打开的。陈小娟像是在担心王志胜会弄坏聚宝和法器似的，着急地对王志胜说道。可是陈小娟的话却彻底地激怒了王志胜。王志胜拿起木盒，冲着他怒声质问：你说这个破烂玩意就要100万，你都没有为明阳着想过吗？100万可以养明阳多少年？我每天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要养大孩子，你以为这段婚姻我不痛苦吗？你以为只有你才想向神明祈求吗？才想向上帝祷告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太爱你了，我求你原谅我这一次。陈小娟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，她只能哀求着王志胜。王志胜现在听到陈小娟说爱他，他都觉得恶心。他生气地站在床头柜前，对着陈小娟怒吼：陈小娟，你疯了，你疯了！然后他不顾一切地将手上的木盒用力直向陈小娟，他像是要一不做二不休的样子，他只想要让陈小娟付出代价。陈小娟眼睁睁看着木盒砸向他的额角，他如风吹的落叶般应声倒下了。这个场景他好像似曾相识，他也曾经尝到过额角上流下来的温热鲜血，那铁锈般的味道现在正对着他索命，不断从他的身体抽走生命的力量。然后他看到那在眼前落了地的木盒一破两半的碎开了，让他万念俱灰的是里面根本空无一物，根本没有什么度化劫难的贵重宝石。